在西班牙的房车露营地，天空中飞满了从德国来西班牙过冬的候鸟，地上站满了叽叽喳喳聊天的德国人。这真的是一幅非常有趣的画面。大家好，我是德国老鹰，我和本尼正在欧洲房车自驾游。我们现在正在西班牙的拉布勒自然保护区，在这个保护区里面呢，有一个小城叫安波斯塔。我们今天露营的地方就在纳波斯塔的城市露营地。现在在国内啊，房车虽然说不上过街老鼠吧，可是呢，并不会受到当地特别的欢迎。那我今天就想探索一下，为什么安波斯塔这个小城如此的欢迎露营者？而且这只是西班牙一个代表，我们在西班牙其他的城市或者乡村都感觉到房车是非常受欢迎的。这个城市公园里面还有一个人工的湖泊，真的这边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。我后面呢就是房车露营地，前面呢就是这个公园，看到吧，就有这么近。从公园我们现在走回去了我们的房车露营地。小镇吧，它愿意提供免费的露营地，它实际上它也是有它的原因的。比如说呢，他希望这些人呢在这边消费，给他餐馆啊，各种的商店啊，超市啊，提供客流量。你看这里还有那个什么免费的店，它免费的店的地方，这个直接通到那个房车营地。这个安波斯塔的露营地停车场是新修的，目前呢是修好了一半。左边这里也正在新建，右边的话现在是停满了房车。在这个露营地里面，它不但免费提供场地，提供干净的水，还有排污的设备，甚至它还提供免费的电。当然它规定每一个露营者在这里最多只能住3天。我们是刚刚在这里加满了水，然后开到我们已经预定好的露营地位置。前面这位提着水的呢，这位女士呢是我们的房车邻居，她取水的时候不愿意动房车，所以就用水桶加水。露营地今天上午的时候还有空位置，上午的时候又走了好多房车，一般晚上的时候又会来好多。我和本尼刚从旁边的公园散步回来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2台房车实际上是一对男女朋友的房车，他们2个人非常有意思。男士呢已经80岁了，女士呢已经77岁了。他们作为男女朋友呢已经有10年了，可是呢他们从德国开房车到西班牙，他们却开了2台房车来。他们就觉得一个人有自己的房车更自在更舒服。在路上总会遇到不同类型的人，有些新鲜事物也会拓展我的认知的边界。说实在的，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，一对都将近80岁的男女朋友，他们会各自开着这么长的房车出来西班牙度假，但是呢又各自保持独立，又不住在一起，这真的是很有意思。感觉这旁边一对的房车邻居，他们也是德国过来的，他们非常热情，非常健谈。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在营地里面几乎4周左邻右舍全部都是德国房车。我们也很高兴可以有这么多德国人和我们聊天了。在安波斯塔小城有一座吊桥非常有名，它已经有100年的历史。现在我们又走到了拉布勒河。在安波斯塔这座城市它的河上呢有一座桥非常有名，等会我们就走路走到那个桥那边去。我们经常在拉布勒河边看到别人钓鱼，
我们虽然有钓鱼的工具啊，但是我们没有西班牙的钓鱼证，因为在这边申请钓鱼证还是挺麻烦的，所以也只有羡慕的份了。前面我们就要走到吊桥的地方了，安波斯塔的老吊桥。安波斯塔 Aldebuken， 这里是安帕斯塔的老桥。从这个地方看过去，它这整个的就是铁桥。这个地方是最好的观桥的位置。要楼梯上去，这个位置啊，离那个桥是最近的。安波斯吊桥是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标志。它于1920年7月完工，距今已经超过100年了，是当时20世纪初的杰出的土木工程建筑。吊桥跨度为134米。这座桥的特点是2座高达24米的凯旋门形状的石壁柱，以及105根的钢铁横梁。它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是，它在当时是一项创新的工程杰作，是世界上第2座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吊桥。直到20世纪，它都是欧洲最古老美丽的混凝土吊桥。请问有朋友知道吗？世界上第1座钢筋混凝土吊桥是在什么地方？知道的请发弹幕。第1座钢筋混凝土吊桥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。我们现在就站在了安波斯塔桥上了。当汽车通过的时候，还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桥有微微的颤动。我们离开安巴斯塔吊桥，很快就进入了安帕斯的古城。在这座古城里，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们的人工水渠，非常的宽，也非常的深。这是在其他的古城里面几乎是没有见过的。看起来啊，当年肯定是可以在里面划船的。而且这种水渠在整个古城里面都是纵横交错。逛到下午4点钟啊，我们也觉得肚子饿了，想到餐馆去找吃的。可是呢，这位餐馆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呢，他们现在已经不接待客人了。哎，我们问你们不是5点钟才关门吗？他说对不起，这边已经关火了。他们晚上要到9点钟才会重新开门，那太晚了。看来今天又得自己做饭了。朋友们，我们回到了房车营地，我呢准备做晚饭了。本尼很开心，他可以找那些德国房车邻居去聊天。明天我将更新我们在房车营地的生活。如果你对欧洲房车旅行感兴趣，请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